好，这几天社会上非常多的人在讨论这件霸凌案，一个公务员疑似被上属欺凌在办公室结束了自己的生命。我们看到赖清德总统已经在前几天在脸书上道歉了，今天他面对媒体、面对镜头再一次致歉。我们来看看，离世的劳动部同仁表达哀悼以及不舍，向家属道歉。同时也向受影响的同仁表达歉意。总统赖清德首度亲自出面回应劳动部公务员之死案，再度为霸凌一事道歉，严查严办，还给离世同仁以及家属一个公道，并且向社会大众交代。因此呢，行政院已经采取断然的措施进行处罚，展现态度，重申会严查严办。其中提到政院采取的措施，行政院发言人证实，劳动部长何佩珊21日下午向卓院长提出辞呈，并在22日早上院长准辞，由次长陈明仁暂代执行业务。政府会以此事件为戒，避免类似的情况再度发生。同时，行政院也应该要积极检讨当前各单位的反霸凌机制是否周全。有没有落实？要检讨反霸凌机制。而在立法院的立委蓝营喊话，要成立劳动部霸凌案件调查委员会，并启用听证权厘清案情。预计在26日的程序委员会排案，不过民进党团看来没想接招。调查委员会势必是没有办法成立，采行听证会或者是其他委员会的专案报告，民进党团都会支持。想厘清霸凌事件，朝立委虽方式不同，但目标一致，都要强化监督力道。好，我们看到赖总统2次致歉那卓院长也是90度的鞠躬致歉那这一位这个所谓的主角，疑似霸凌者、疑似加害者这个分署长今天也出面有一个影片出面道歉。不过有很多人认为可能诚意还不足那现在很多人知道或者是想要知道真相我们看到卓院长就说有3道军令某种程度呢也是要筑起防火墙啦，因为现在民怨沸腾观众朋友，他说首长要以身作则，杜绝再犯，强化保护机制。在我看来都是一些废话公部门还有几位谢宜容，这才是我们要问的。这是不是冰山一角？有没有可能有人还在霸凌你的同事不只是公部门私部门也有赖清德说要这个速查职场的霸凌那另外我们再来看看，包括今天何佩珊这个劳动部部长非常短命只上任100多天就请辞获准了他在立法院哭了好几次，泪崩好几次。那现在由次长陈明仁暂代职务，而另外呢，我们看到劳动部，我不晓得他事情怎么处理的，何佩珊下台真的刚好而已。TO 救火那一份调查报告19号公布的，写利益良善很多人真的是拳头都硬了所以呢，因为何佩珊完全不行，赖卓才出面可是很难止血了。我刚刚讲了，何佩珊上任只有186天就下台了他是这个柯建铭的这个算是他的带出来的人。那另外我们看到蓝营的党团说立院要成立调查委员会，要查清楚针对这件事情。而另外我们看到，当然媒体都很自制不去打扰这个轻生的公务员的家属。可是有一家电视台，就是我们的同业有问到了吴妈妈就是这一位轻生公务员的妈妈。这位妈妈情绪非常激动，不断的捶地说我的宝贝孩子，霸凌的行为太过分了，这个政府怎么会这样做？我可怜的孩子，我叫他不要做了，我们家又不是没有饭吃，给人家这样虐待如今一个儿子已经牺牲了，跟政府没有什么好说的啦，只求不要官官相护，还给儿子一个清白。你知道谢宜容的臭名是远近驰名不是劳动部里面闹得沸沸扬扬。我昨天在跟相关单位了解一些相关事情的时候，我们台北市劳动局就直接跟我说谢宜容的状况已经差到连台北市劳动局都听过他的状况。我说为什么你会听过？他说因为今年年初才有一个从劳动部的员工跑到台北市劳动局来上班然后对于谢宜容的领导统御，整个就是非常的 complain， 觉得状况非常的糟所以就是说，谢宜容他的差已经是差到几乎是众所皆知的地步了，但是他表现出来的态度
不只是嚣张啊，我只能用非常嚣张来形容啊。赖清德总统、卓荣泰院长都已经道歉了，劳动部部长何佩珊为此下台。身为当事人的谢宜荣到现在还没看过他本人哦。以前一开始他只是用赖留言啊，说他们要辞职，觉得他没有错。到现在好不容易看到一个录影档啊，他出来道歉，但是大家觉得有诚意吗？我觉得完全没有诚意。举个例子，很简单，他昨天发了一个声明稿，大家应该都看过吧？声明稿里面道了所有歉，我个人听起来言不由衷就算了，他完全没有承认霸凌的问题，完全没讲这2个字。然后他的道歉声明呢，只有1页3点，但是他的律师声明有5页12点，让我搞得非常的荒谬啊！我不晓得当事人到底是律师还是谢宜荣啊，随便写一些有的东西都没有的出来。然后整个律师声明里面所有讲的都是他没有错，只是领导风格有点状况，让同仁有压力，包括了什么遗书、下令不准盖白布、通灵的指控，都是以讹传讹、网络谣言。甚至他直接讲了一句话，非常的让人家觉得不可思议啊。他说，因为网络的公审严重伤害了谢女士的社会名誉，所以希望社群媒体能够自律啊，自己删除或者修改相关谢宜荣的内容啊。完全不能够理解，发生这么大的事情，居然会是这种处理方式。尤其是劳动部居然第一时间给出的报告是目的良善，所以他才会去教导跟咆哮他的下属。所以你说劳动部部长要不离开？当然要离开，而且我跟大家报告，还不止劳动部长应该要离开，还有个行政院人事总处的人事长。因为要知道，公务人员不是劳工，所以当公务人员如果被霸凌，如果要投诉的时候，处理他的单位不是劳动部，也不是劳动局，是人事相关单位，也就是在中央的话是人事总处要来处理的。但是很明显，到现在人事总处一个字都没有讲，完全就劳动部来扛所有的责任，包括所有的惩处。这种包庇的模式，我个人认为已经不只是劳动部的包庇了，是跨局处的在包庇啊。这些事情接下来，我觉得赖政府包括卓荣泰院长好好出来处理一下，因为这真的是非常难看。尤其是我觉得最讽刺的一点，大家应该都知道，谢宜荣是什么科系毕业的啊？他社工系毕业的，社工系毕业。然后呢，他本来应该是劳工的守护者，现在变成劳工的刽子手。然后荒谬的是，本来应该要保护劳工权益的劳动局啊，现在居然变成了剥削劳工跟霸凌下属的大本营呐！到现在几乎没办法来处理这个问题。尤其是大家知道，劳动部当时出来第一份调查报告，那份调查报告原则上来说，谢宜荣没有错我有什么资格停止他？如果照这个情况继续打官司下去，说不定谢宜荣接下来可以官复原职这个事情真的是不能够被容忍了。来，真宇，其实你看哦，刚刚博弈讲的非常多，我觉得你可以看到妈妈最无力、最没有办法的一个最后的求救，她是说最后一句话：不要官官相护。这个对于一个母亲来说是多痛心才会讲出来官官相护这一句话。你可以看到刚刚行政院长出来了，总统出来了，这不是官官相护是什么？真正该出来的人却没有出来面对，他就拿了一个鳄鱼眼泪的影片，就想要这样带过，真的很悲哀啊！所以我们有说，到底还有多少谢容？我们来反看一下我们台北市，我就我们台北市来看好了。北市府呢，其实我们有定了台北市的各所机关的学校跟员工职场霸凌的防治与申诉作业事项，这一点我想跟大家说的是，每一个公务单位，他们每一层的公文或者每一个申诉机制，都是在保护所谓的上属长官。为什么？我跟大家分享几个荒谬的点。第一个，包含规定你要实名去申诉，再来你要提供你的住址跟电话，再来不可以协助他人申诉。然后，如果你撤回了这个案子，如果长官压你去撤回，你就不得再申诉。这个是台北市的规定。最后还有一个最荒谬的，调查结案也不可以再申诉。这个是台北市的相关规定。你不觉得非常荒谬吗？你到底是在保护所谓的被害者，还是在保护霸凌者？这也就是为什么这位妈妈说不要官官相护。但是现在整个行政体系里面所有的申诉机制，包含到的她的调查报告，都是在保护现在这个官员。所以你说这个妈妈她为什么没有办法去喊出来？她
他已经逝去这个生命了，再多人的道歉都换不回这条孩子的生命，甚至是国家栽培的公务人员。所以你可以看看，我们现在从上到下，从中央政府到地方机关，每一个保护的真的都是霸凌者啊！受害者到底该怎么办？最后他只能算了，我放弃了，我在这个社会没办法再坚持下去了。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到底有多何其的悲哀？那不好意思，我再补充一个，你看看整个民进党，他们最常说的什么什么零容忍，每一件事情都零容忍，包含到现在霸凌零容忍，以前的性骚零容忍，做这么多的 MeToo 事件，再来他们说诈骗零容忍，台湾变成诈骗之岛，现阶段霸凌零容忍，不好意思，我们中央机关应该保护劳工的人选择他逝去他的生命。我不好意思，我再补充一点，请问当时这个案件为什么需要帮这一位不称职的长官去道歉？但是赖清德当初你在台南丧失了我们跟登革热丧失112条人命，赖清德都没有出来道歉过。这个人的背景到底有多厚实到你需要行政院长跟总统帮你道歉？赖清德道歉是因为这个民调可能已经跌了，而且跌了非常多。好，我们进一下广告。好，我们看到劳动部的职员啊，一名公务员啊，因为这个可能在职场上受到不当的对待，所以选择了轻生啊。这个谢宜容她今天哭着鞠躬道歉，本来大家以为她会出面。就本人出来道歉，可是最后他是释出了一段影片，那段影片大概有7分钟，我都看了那中间他是用哭腔哭声感觉好像也很自责啊，很难过啊。他说没有保护好同仁，跟家属抱歉说对不起，我没有保护好你们的孩子这段影片一PO上网啊，排山倒海来的这个网友这几乎都很难认同觉得说好像这个还是不是很 OK， 包括这个我们看到民进党的立法委员林淑芬就说，他本人心性高傲，觉得被背叛他从这个影片里头看到的。那另外网友说什么呢？网友说你是无泪演出真的就是他的眼眶完全是干的就是无泪演出。那还封他为金马影后，觉得他是演很大。我们看一看。我必须向轻生离开的同仁对不起，我没有及时发现及给予协助，我要郑重的跟家属抱歉，我没有保护好你们的孩子。另外，我也要跟北分署还在工作的同仁表达对不起，我要郑重的道歉，我会深切的检讨，配合调查，承担责任。我再一次的跟所有的人致歉，对不起大家。他这一句说我没有保护好你们的孩子，其实很多人不买单呐。他说你是加害者，网络上说你是加害者，你有什么资格讲没有保护好你们的孩子？仿佛跟你无关，仿佛是别人加害的我们看到网络上真的是怒火难平呐另外呢，也有一些证据显示这个谢宜容他拿公家钱中饱私囊，什么买礼物送给这个长官啦，在这个办公室种植物啦，还在上头装轨道灯啦，很多的事件现在都一并要查现在劳动部很多人都在查这件事情。那另外新北。检方也出手了我们看到包括这个访谈员，就是引起争议的那一份报告，它里头其实写的巨细靡遗呀。观众朋友，如果你仔细看，访谈员有讲他说谢宜容这位分署长他霸凌的情节重大。不是说什么没有直接关系，而是说他霸凌的情节重大，不只是对这一位已经轻生的这个公务员，对其他的同事都造成了非常大的身心压力。有人就去看身心科了。来，我们来问一下这个大佬，你怎么看？你带过这么多人，在这么多办公室工作过。我跟你讲刚刚珍妮的最后一句话说他背景多大，为什么总统要替你道歉？不是的，总统等不及了。所以你还不道歉，我赶快出来，在你前面没关系。
这民调是崩盘的民调，我不用看也晓得，民进党看到那种民调，那我快完了。幸亏现在没有大选，要不然我连真的没有办法。这个完全是要崩盘之前的这一种止血的动作。不过我要讲一些跟你们不太一样，你们刚才都讲得很好，每一个都讲得 beautiful， 因为是符合目前的氛围，符合目前大家的认知。我告诉你，大家说他好大喜功，真的是好大喜功，但是不出人命的话，好大喜功是一个美德啊，你知道吗？你做公务员好大喜功，底下有成就的话，你就上去了。就但是呢，一言可以善邦，那个一言是什么？是利益良善。一命可以崩盘了，一命就是那个公务员死了。所以这些你就要晓得说，说明白，这不是那样，这严重啊。所以你的 EQ 就要进来，你就要很想，我要道歉，我要声明稿，我要这个情况不一样哦。这个要讲得过分，道歉的过分都还没有用，这严重呢。那我请教各位。这个是如果发生在民间公司，会不会有人死掉？不会，因为民间公司霸凌的场合很多啊。但是呢，部属受不了，在死掉之前、寻死之前跑掉了，辞职，老子不干了。这个公务员也可以调职啊，不是他也可以离开啊。你这个就又不近人情了。我跟你讲，不是，我说他还很多人，你知道有2年这个东西有80个人离职。我刚才要讲，你们都觉得不好，因为我讲了我会挨骂。我跟你讲，这比较接近上个时代、上个年代婆婆欺负媳妇的样子，媳妇逃不掉的，你知道吗？婆婆很多，不少婆婆，我不想讲很多了，不少婆婆就是慢性的、精神上的欺凌媳妇，让她死去活来、求生不得，但是不至于死掉，非常像就像还有一句话，call dog， 你们听过没有？call dog。科毒心部啊，科毒心部就这样，但是逃不掉的，因为你公务员不容易，你讲说跑就跑，请求调职，这个你要这个过程中要跑，你要付出很大的代价。那就想我们委员好了，我告诉你，不管蓝不管绿，名声美败，这料人人称赞，有口碑的委员呐，东西就怕我跟你讲，苏贞昌凶不凶？吕秀莲凶不凶？我凶不凶？我跟你讲。他们就辞掉了，受不了就辞掉了。所以呢，因为凶，所以他是这个叫一将功成万骨枯啊，你知道吗？一个好的委员，有名的委员就是凶。我现在的助理，他帮了我30年了。他第一天来，第一个礼拜来，被我骂到躲在厕所里头哭好几个小时啊。委员，你说那个，我不是在合理化，你那严格跟霸凌其实还是有差别的，还是有差别的。不是，所以我才想，所以我刚才进来，我第一个时间点就要求你，霸凌是不是可以一个文字上的定义啊？霸凌我认为是恶意的欺凌啊，你知道吗？恶意的欺凌，你晓得他在搞我。他在欺负我，他无时无刻都把我看成眼中钉，但是这个而且是慢性的，而且是特别针对我的。但是这样的情况，其实其他的部属啊，也没有什么好日子过，因为这是他的个性嘛。你看他不是针对性，你听我讲，刚刚博弈讲的，他的声明稿5点，他律师再加7点，人共12点，12点谁的意思？他的意思，他就是这样的人。我告诉你，他如果做媳妇是个坏媳妇，他如果是婆婆更不得了。是，你懂我意思没有？问题是他在这个体系里头可以一路上去。你是敢我骂对，你都没打车头灯。我敢讲我就敢接受各界的批判。你知不知道？这个才是寻根解决问题的办法。所以公务机关，你上属在评估下属的时候 ，EQ。还有人与人的人际关系，尤其是上属对下属的人际关系，都要放在评估项目里头。你知道不知道？有人做下属的一副嘴脸，做了上司又是另外一副嘴脸。你跟我有关的是一副嘴脸，跟我无关的又是另外一副嘴脸。这种人在公务体系里头会不会升官？会。我跟你讲，越坏蛋升得越快。当然也不完全是这样，但是这种例子这个人当然是。我如果再讲他运气不好，人就会骂死我了。这种人本来就不应该这个体系里头一路上升，因为每一个人都失差，每一个曾经监督过他的人
都应该负责任。这个人不应该一路上升成这个样子啊。但是你觉得不熟？敢去往上告吗？他们有去告啊，可是所有这告发都被阻挡下来啊。是啊，这就是问题嘛。我先讲哈，因为我在公家机关工作过2年，啊，我也是当过基层公务员哈，科员。那其实我看到这个公务员的事件啊，我常常是真的非常难过，因为我可以体会。其实我先跟各位讲，公家单位很忙的，也很辛苦的。那我那时候在中央的部会，那真的是非常忙哈。可是真的没有这样的官员，没有这样的文化啦。再怎么忙哈，我的主官管哈，对我们他也就是非常客气。打一句话，你觉得现在整个台湾从中央到地方每一个公务机关里头，这是单一 case 吗？你敢这样讲吗？不是单一 case，听你的口气说没有这样的。不是，一大堆啊！我的话都还没讲完哈。我要讲什么？我要讲说，确实这几年有更严重的趋向。你以所谓的谢宜容的状况，我坦白讲，那真的是离谱到了极点。那这么离谱到极点会被宠出来，这种离谱到极点的话，我就不客气讲啊，就是用人文化的问题啊。谢宜容是谁提拔的？你怎么会提拔这种人出来，让他去做这么离谱的事情？而且他不是1天2天呢，他是经年累月。我就讲一个最简单的事情，我举个例子。今天为什么觉得我看的是很难过？那位公务员早上5点多上班。然后做到3更半夜，他4点钟去打卡下班呢。你去想看他是什么样的公务员，他非常认真负责任，而且他就是你今天交办他的工作，他就努力做好。他往生的那一天，他是把工作做完交出去，然后也顺便把他的生命也一起交出去。他就是一个我之前在公务机关看到很多基层公务员，就是非常认真本分的那种。但是今天遇到这种主管，我就要回头说嘛。里面多少次有机会去救这个公务员，就是去发现他的霸凌的状况，但是为什么一路都没有办法阻挡他？81个人离职，我跟你讲，如果我单位81个人离职，在我们那个时候的公务文化，那个主管他没有被震下台，我就不相信。可是你今天，我不可以讲，就你讲执政有81个人在你单位离职，1年半的时间，那么多的那个陈情。就这个官稳稳做到逼死人为止，那我就跟你讲，就用人文化当然有差别。确实啊，每一个机关、每一个主管啊，每个人的态样不同，当然也有脾气好、脾气差的。可是像要找出谢宜容这么离谱的一个案例哈，我跟你讲，真的是已经荒腔走板、荒唐到不得了。更不要讲今天我光看劳动部的报告，我就知道为什么谢宜容这么夸张嚣张的人。劳动部的第1版报告，请问各位所有的观众，我们在场所有来宾，你哪一个人看了没有火大？那个报告是在帮他开脱，好不好？他第一个先讲他被霸凌，他不是主因，不是他今天往生的主因。他甚至说，对他有霸凌，但他没有霸凌他。第3个他说他是目的良善。那整个报告，何佩珊上去第一件事，他先说这个报告是呕心沥血做出来的。被打到爆掉之后，他才请辞的。也就是说，今天是整个的官相护的这种文化，造就了今天这个悲剧。那今天如果民进党不能够痛定思痛，打破这个官相护的文化，所以爱将文化、仗势欺人的文化，这种悲剧会停下。我不只是谢宜容，抱歉，苏启成他都忘了吗？苏启成是怎么回事啊？苏启成这么优秀的外交官，就被逼死是什么？因为上司卸责任啊，把所有压力全部丢给他。甚至当时也传出来啊，有人是要去处分他这个大阪处所有同仁，处分他所有同仁，来去告诉他要他顶锅啊。最后他怎么办？他为了保护所有同仁，走上绝路。这么悲惨的事一而再再而三发生，你不要跟我讲说跟你们现在的政府用人文化没有关系，真的看的是看不下去。这个谢宜容到底是谁宠出来的？到底谁在背后撑腰？我们先休息一下，广告之后马上回来。这个的情。